女人被明码标价卖到全球各地，短短3天就惨遭90多次的凌辱，平均每天都要被侵犯30多次，每次来的还不止一个人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并不是什么虚构的剧情，而是由真实事件改编，甚至还由受害者本人亲自出演。What you're about to see is based on my true story. There are millions of people out there right now being bought and sold. I want to share this film for awareness. 女孩名叫伊莎贝尔，和爱她的老公组建了一个完美的家庭，还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作为一名瑜伽教练，伊莎贝尔得以在生下孩子后还能保持曼妙的身材。她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自己健康美丽的外表将会变成致命的诱因。这一天，伊莎贝尔正享受着下午茶，突然一个流浪汉闯进店内乞讨，询问一圈后，一个好心的男人给了他$1。伊莎贝尔本以为流浪汉会就此离去，没想到他还是找上了自己。他赶紧翻找钱包，打算息事宁人，可找了半天都没找到零钱，只能尴尬地向他道歉。看到女人好欺负，流浪汉立马蹬鼻子上脸，嘲讽女人故作穷酸，连一点施舍都不愿给予。What are you looking at?刚才的好心男子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转身让流浪汉赶紧离开。没想到他却反手拿起伊莎贝尔的三明治，狠狠地啃了一大口。Fuck you. Nice to meet you. 结完账后的男人正要离开，却又半路折返来到了伊莎贝尔面前。为了摆脱搭讪的嫌疑，男人亮出了手上的戒指，说自己已经结了婚，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对他毫无非分之想。原来男人名叫彼得，是一名专业摄影师，他看中了伊莎贝尔完美的身材，想邀请她当自己的模特。面对陌生的男人，伊莎贝尔保持着高度的警惕，她婉拒了对方的邀约。可当彼得说出半天的薪资就能达到7000块时，伊莎贝尔还是忍不住心动了。她立马赶到医院和正在工作的丈夫商量。丈夫一听这天价的工资，也劝妻子去尝试一番。他本想陪同妻子前往，可却被同事喊了回去。伊莎贝尔只能照着彼得给的地址，独自一人来到了一栋破旧的大楼前。糟糕的外观让伊莎贝尔心生不安，她正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路，彼得却恰好从里面走了出来。他一眼就看穿了伊莎贝尔的顾虑，说这栋大楼只是外表破旧，里面却聚集着不少有名的公司。如果你实在不放心，可以找人陪同你一起工作。伊莎贝尔知道老公抽不开身，只好谎称老公马上就到。见彼得并无心虚的表现，最终还是跟着他上了楼。可阴暗的走廊还是让伊莎贝尔浑身不自在，怎么看都像是上了贼船。然而下一秒，一名年轻女人突然打开门迎接了两人。女人名叫克洛伊，是彼得的助手。看见和自己同姓的人出现，伊莎贝尔明显放松了不少。克洛伊对她一顿狂赞，伊莎贝尔也在一声声彩虹屁中逐渐迷失。她看了看周围，装修虽然简陋，但设备一应俱全。伊莎贝尔最终说服了自己，开始了摄影的工作。没有经验的她在相机前只能摆出僵硬的姿势。在两人的鼓励下，伊莎贝尔逐渐放松下来，笑容也愈发自然迷人，最终出色地完成了拍摄。彼得对她的表现非常满意，让她回去等待面试的结果。几天后，他就接到了来自克洛伊的电话，通知他面试通过了。有一家邮轮公司看上了他的照片，决定让他拍摄更多的宣传照片。她兴奋地回到家中，和丈夫分享这个天大的好消息。为防万一，两人查了查彼得名片上的网站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再加上伊莎贝尔那次有惊无险的经历，两人都彻底打消了怀疑。伊莎贝尔更是幻想起了自己前途无限的模特新生活。第二天一早，伊莎贝尔来到服装店，买下了那件自己看了很久却一直不舍得买的小礼服，打算中午拍完照，晚上就穿这一件和丈夫庆祝结婚纪念日。可当她再次来到彼得的摄影棚时，却发现这里的设备都被搬空了，克洛伊也不见了踪影。伊莎贝尔正觉得奇怪，转头却发现彼得锁了门。 What are you doing? 彼得没有回答，径直坐在了一旁的椅子上，抽出一把锋利的匕首，一改先前的温文尔雅，眼神中充满了恐怖。My boyfriend is on his way. He's coming here. He's gonna be here soon. 彼得早就摸清了他的底细，他知道伊莎贝尔的老公绝对无法抽身前来。他摘下无名指上的戒指，面无表情地扔在了地上，嘲讽伊莎贝尔被这种东西轻易欺骗。他一步步上前威胁道 You might get crippled in a wheelchair if you scream. There'll be no more Pilates.
巨大的恐惧麻痹了伊莎贝尔的全身，她本想偷偷向丈夫求救，却还是被彼得扣下了手机。她只能借口上厕所，来到洗手间寻找逃生之法，可翻遍了包包都没有能用的工具。这时彼得闯了进来，要她换上一套暴露的内衣。向来保守的伊莎贝尔当即拒绝，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彼得一脚踹在了她的喉咙上，痛得她蜷缩在了角落。Are we clear? You got a nod. There, good girl. 伊莎贝尔只能乖乖穿上情趣内衣，羞耻地站在空旷的房间里。Arms at your sides. Relax. 见她毫不配合，彼得便开始拿他女儿来威胁。I'm just a mom. I don't do this kind of thing. I'm sorry. 恼火的男人将手机丢进了鱼缸，彻底切断了他和外界的联系。We're just gonna take some pictures. That's it. Just like before. 说着，又递给伊莎贝尔一杯牛奶。尽管他知道那杯牛奶有问题，但为了自己和女儿的安全，他只能选择照做。随着相机不停闪烁，伊莎贝尔的视线开始模糊起来，男人却还在不断地给她喝牛奶。显然，彼得在里面下了迷药，很快就把伊莎贝尔迷倒在地。看着眼前破碎的玻璃杯，伊莎贝尔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的人生。等他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地躺在陌生的房间，身后传来强烈的撞击感。看清现实的他忍不住吐了出来。伊莎贝尔这才明白，彼得就是一个卑劣的人贩子，专门诱拐像她这样年轻美丽的女性为自己赚钱。虚弱的伊莎贝尔四处寻找出口，却发现房门被死死反锁。她想拿东西防身，却发现所有东西都被铁链锁住，连唯一有光照的窗户都被层层包裹住，完全看不见外面的情况。此时彼得进来让她清洁一下自己，准备接待下一个客人，可伊莎贝尔却还天真的相信老公一定会报警救自己。The cops. The cops aren't gonna come here. How do you know you're even in the same building, the same city, same country? 听到这里的伊莎贝尔当场崩溃，可为了女儿和老公，她必须坚持活下去。从此每天只能被迫穿上各种性感的衣服，让各种变态的男人凌辱，甚至有时还让她穿上那件为丈夫准备的小礼服。为了不引起他人怀疑，彼得拿出手机让她给丈夫报平安。伊莎贝尔一把抢过手机， Nancy, call the police! I've been kidnapped. Call. 原来电话根本就没有打通，只是彼得为了试探她是否听话，彼得毫不留情的一拳打得伊莎贝尔失了声，她才真正拨通了她丈夫的电话，以伊莎贝尔同事的身份谎称她跟自己出了差，而伊莎贝尔只能痛苦地捂着喉咙，发不出一丝声音。事后，伊莎贝尔表示自己可以倾家荡产给她足够的钱，只求她放过自己，可彼得才不会冒着被抓的风险听信她的话。为了摆脱这种折磨，伊莎贝尔只能谎称自己怀孕了，可彼得却买来了验孕棒让她测试。伊莎贝尔慌了神，要是被彼得发现自己在撒谎，等待自己的又是一顿毒打。可让两人都没想到的是，伊莎贝尔真的怀孕了。没想到丧心病狂的彼得并没有因此罢休，反而还让她继续准备接待新的客人。崩溃的伊莎贝尔疯狂地打砸着家具，却发现手指好像被什么东西划伤了。她咬破了衣服，发现了一把藏在里面的小刀。她心生一计，趁着彼得给自己送餐的时候，猛然起身将小刀插进了彼得胸口，随即跑出房门，来到阳台拼命呼救，可偌大的楼层竟不见一个人影。恢复过来的彼得很快追了上来，伊莎贝尔继续逃跑，挨个敲打着房门求救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没有上锁的房间，却发现里面只有一个小女孩，她只能锁上房门，将小女孩藏到一边，随即打开电脑给丈夫发邮件求救。没想到小女孩却听从彼得的指挥，打开了房门。就在邮件即将发出之时，彼得一把扯断了网线，和伊莎贝尔扭打在一起。但毕竟力量悬殊，彼得很快就将伊莎贝尔制服。I'm just playing, honey. 原来小女孩是彼得的女儿。昏睡过去的伊莎贝尔就这样被彼得像个牲畜一样拖走了。等她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的嘴巴被胶带死死封住，四肢也被捆绑了起来，关在了一个装满隔音棉的箱子里。好巧不巧，许多天联系不上妻子的丈夫按照彼得的名片找上了门来。彼得装出一脸无辜，说自己毫不知情。丈夫正要离开，却好像听见了什么声音。What was that? What was what? Somebody's doing something upstairs, so maybe you want to check if there's. 丈夫正想进门看个究竟，却发现是小女孩在拍球玩，只能尴尬地离开。伊莎贝尔就这样眼睁睁看着自己失去了获救的机会。事后，彼得威胁伊莎贝尔，如果她再敢乱来，自己就杀了她的女儿和丈夫。
就这样，伊莎贝尔再次沦为了彼得赚钱的工具。前来泄欲的变态客人变本加厉，一套窒息玩法差点要了他的命。刹那间，他似乎看见了女儿的幻影。他伸出手想要抚摸女儿，却一瞬间变成了侵犯自己的丑陋男人。绝望至极的他，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却被赶来的彼得及时救下。既然求死不得，伊莎贝尔便打算毁掉彼得的生意。这天，彼得告诉他，一会要来一个很重要的客户，只要把他伺候高兴了，自己就放他回家，还给了伊莎贝尔一些化妆品，希望她能用心装扮自己。Is the last one. Forever. 伊莎贝尔当然不信他的鬼话，于是故意将自己化成丑妆接待客人，还拿出了一支眉笔插在了男人身上，气得男人一巴掌扇晕了伊莎贝尔。闻声赶来的彼得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，男人却掏出枪让他跪下。Open your fucking mouth. Next week, you pay double. And if you don't, your daughter's gonna replace this whore. Understood? Good. 受到如此屈辱，彼得决定要在伊莎贝尔身上找回来。当伊莎贝尔再次醒来时，竟发现当初的那个流浪汉一身西装出现在了自己眼前。他这才明白，两人一开始就是一伙的。流浪汉拿起一根针管，准备将不明液体注入他的身体。千钧一发之时，流浪汉的手机突然响起，原来是彼得想亲自动手解决这个不听话的女人。流浪汉走后，强烈的求生欲让伊莎贝尔顾不上疼痛，硬生生地将手从手铐里扯了出来。可还来不及逃脱，门外就传来了彼得的脚步声。他赶忙将针管藏好，伪装成被束缚的样子。这一刻，伊莎贝尔将心中积压已久的怨恨全都释放了出来，化作无形的力量，成功打倒了彼得。他随即夺门而出，用尽全身的力量奔跑，这是自己最后的希望，他不敢有任何的松懈。好运终于降临在了这个可怜的女人身上，他遇见了巡逻的巡警。所有的委屈都释放了出来，伊莎贝尔终于得到了解脱。只可惜不过半个小时的功夫，警察赶到时，彼得早已不见了踪影。这里不会是他第一个犯罪地点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故事的最后，伊莎贝尔终于和家人团聚。可足足11年过去了，十恶不赦的彼得依旧逍遥法外，对无数的女性重复着像伊莎贝尔一样的折磨。希望看完此片的观众能重视对自己人身安全的保护，不要轻信他人的花言巧语，毕竟天上不会掉馅饼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请点赞订阅支持一下。这里是北仑讲电影，我们下部电影再见。